Hello， 大家好，我是子瑜，在剧中饰演的是无所谓。Hello， 大家好，我是田许宁，在剧中饰演。Hello， 大家好，我是田许宁，在剧中饰演的石城。老子石城。这是我的大脑。我就是我要改名，叫什么？无所谓。你先说吧。无所谓，其实是有自己的小心思在的。然后还有就是，但是他的小心思就是感觉傻傻的，对赤诚来说是在傻傻的，然后就很容易看破，然后还有就是找事儿，老是找事儿。我要不找事儿，这就完结了。我印象中就是这个赤诚这个角色吧，就是很霸道。用导演的话说，你要狼一点，狼一点。对，他是一个很野性的人，但是那个铁汉柔情嘛，他在感情生活方面，包括七年那个回忆的汪硕，然后第7年就已经不属于他了，就是那句台词。我想一下啊，那个反扒直播，对吧？然后那个货车司机，我22岁年纪，我看上货车了，我是真。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无畏艺术装置就是公司的老板，搞艺术卖糖人啊，卖糖人最重要的，卖糖人给忘了。对，最重要的是卖糖人。我觉得就是深刻体验到卖糖人整个过程，因为整个剧情在很多地方都穿插了一些关于卖糖人的细节啊，然后一些包括很多感情线的推进都跟糖人息息相关。然后真的去体验了那个职业之后，我发现真是不容易。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你手去摸那个滚烫的麦芽糖，你还要去拉扯，然后去吹，它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辛苦和疼。当时知道有蛇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就跟道具老师说了，这个蛇放我屋里养，但是我培养感情，我就去网上其实就会看一些别的蛇的视频。我跟蛇的互动不要太多。这个又是大黄蟒，又是小粗胞，又是蛇园，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我第一次摸蛇是在我小的时候不记事的时候，去一个游乐场还是怎么样，然后人家缠在脖子上的蟒蛇让我摸了一把，我的记忆仅此停留在这里。再次摸到蛇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粗胞，鲜活的小粗胞盘在我的手上。我甚至我知道有蛇的时候，我还有点兴奋。我说啊，这次拍了之后会不会对蛇感兴趣？我出去之后会不会养一条蛇？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哇，太刺激了，没经历过，不敢想象。当时我在飞机上看的这个剧本，看的时候就这么早就清了？我拉扯一下。其实我们每天跟他都会有笑场，对，每天，而且每次都是我，主要看着他的眼睛我就想笑，不知道为什么，一本正经的跟我在那装，然后你知道吧，他每次讲话的时候，他有个微表情的习惯，就是他这只眼睛吧，应该是这只眼睛，对，应该是这只眼睛，我怎么不分，反正就是这只眼睛，他在讲话的，尤其是到比较威胁那种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会下意识的缩小，然后每次看他就是一只眼睛小一只眼睛大跟他讲话。你是不是说不出来我说的实话，其实昨天其实就是不是昨天，其实就是你强吻我那场戏，你咬我那场戏，就只有这一场吧，仅此唯一。真的，那当时花絮应该看，就是我一咬他，他就可能。不行，我这真的不行，别开玩笑了。我非常非常愤怒的，然后他突然然后他就，然后我就开始强吻他，然后那个时候哭成泪人，就是他整个感情的转变，他再到整个一番，在整个过程当中情绪的转变，最起码他要有4番，就是
焦急，然后再变成懵逼，然后再到被戳中点之后的那个情绪爆发，爆发完之后被安慰到内心心安，然后最后再到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是无论怎样都无法拆散我们的那个整个感觉，就是这一场戏演下来感觉心特别累。我有个开那个货车驾驶室那个门一打开，然后他把手压到我那儿，然后整个把我压在那儿的时候，他的那个手表还有他的那个。不知道谁莫名其妙给他设计了一个钻石手链，我每次都想吐槽这个点。他那个钻石手链，每次他还特别爱抓我手腕，他那个钻石手链就是镶在我的皮肤里头，来回摩擦，很痛的。不是我的问题，我避免了，我自己也会。他特别有男友力呢，挑战还是蛮多的，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前期是一个直男的人设，然后后期因他而变弯，然后他这个。度很难把控，就是你对别人还是直的，但唯独对他是有一点，包括整个故事线跌宕起伏，包括汪硕的出现，然后前期那个所有遭受的背叛也好，伤害也好，就是整个角色人物的心理路程非常的坎坷。我觉得就是对无所谓那种细腻的感情吧，还有跟汪硕之间的感情。就是挺白的，当时，挺白净的一个人。我现在黑呗，说明我无所谓老师真的很刻苦，很努力。你看他现在多白，看我，每天都很羡慕小田，就是小田一来啊，怎么今天又要晒太阳？那我也出外景了，出外景了，出的没你多。第一次在那个围读的时候，也不是嘛，就是那个围读，对，是围读的时候，对。那会儿一见面，我们的大早上一睁眼，然后出来之后到坐在一块儿，其实那个时候，那个空气还是有些尴尬的。但是我们开始对词儿之后，田许宁老师立马就拿出他专业的态度，让我觉得非常的钦佩。谢谢。不用谢。然后我觉得第一印象就是他。第一次到那的时候穿的应该是蓝色衬衫吧，对吧？蓝色衬衫、蓝色短裤，还是那个错了长裤。他现在穿的还是那个蓝色的衬衫。2个月了，我中间换了一次，换了一个白的嘛。对，裤子我是经常换的，从蓝的变成粉的，白的，牛仔的，对吧？哥。衣服该一穿包浆了，哥。不是，主要是为了发型不怕弄乱，你知道吗？我都是套头，真的方便脱。行。感觉现在渐渐的，是这样，经常戳击我，不是，就是经常找我事儿。你偷拍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这事儿呢？你有脸说人？有哎，那肯定有，有哎，有，当时觉得有啊，挺帅的，有挺帅的，挺高的。没有了，我第一次搜他之后，你能看出来我高视频里面，真挺高了。你们是经常你有发那个作品里头和那个其他演员的那个片段嘛什么的，就是那个新剧开播啊什么，然后那个身高差就摆在那个地方，挺高的。然后他之前，他也算是古早那一批了。哪一批啊？就是那个手势舞嘛。那太早了。10几年啊。是。我刷抖音，我当时觉得挺帅，真挺帅的，说实话，真挺帅的。但是感觉有的角度跟我还蛮像的，说实话，这也是我。谁给你说的第一个生日快乐？当然是我们田许宁老师了，我为此深感荣幸。7月5号那一天，我们2个人拍完最后一场，他还有单独一场之后，我就先收了。收正好是11点半吧，然后回去就直播嘛，直播正好他59分进了门，0点跟我第一个说的生日快乐。第二天之后到那个临了到中午的时候，我就看着一堆人推这个蛋糕，偷偷摸摸，我就寻思，惊喜，我是不是等会得表现的惊喜一点？然后田许宁老师就拿了一束花出现在我的面前，生日快乐哦。差点没绷住，真的很拙劣，大家都有一些笨拙。
我也没有备注，不用备注，就是一般重要的人都是没有备注的。我看一眼，我给他的是田许宁，都官方。那我说我给你什么？我说田宝雷宝。其实我俩这对感情应该是不打不相识吧？我觉得更多是不打不相识，因为其实我们前期发生的误会，尽管如此，尽管我心中可能也真的喜欢上他，但是我还是嘴硬的情况下，两个人都在互相嘴硬，但是最终还是能走到一块儿，只能说是不打不相识，也只能说是天作之合，就是合适。我觉得无所谓这个角色吧，其实他是一个蛮坚强的人。如果其实我带入完全我自己去过他那样的人生，我可能早早就放弃，我不会想到说我还要为此而怎么样，我可能会在和月月分手那一刻心如死灰，然后可能就继续卖糖人，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没有办法挽回什么，我也没有办法怎么样，但是无所谓不一样的就是他会去想要为自己更美好的生活，想要让自己过得更舒服，想让自己的心里头更舒坦，而去为此做努力。尽管他因此而让自己更深陷进去了，但是也因此而获得了一段比较就是真挚的感情嘛。我觉得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对。我觉得池诚最大的一个特征，其实他并不是什么叛逆纨绔。我最开始看他这个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挺孤单的，说实话。包括你最好的朋友郭成宇，也是因为有这种误解在里面。包括父亲和母亲其实都没有那么支持他，从小可能没有跟他太多的关爱，然后所以他可能去玩弄别人的感情，就是来找到自己舒服的一种感觉。但直到其实是无所谓出现之后，才把真正的池诚拉了回来。就是其实池诚内心也是有温柔的一面在。其实纨绔啊、叛逆，只是他想给大家看到一个自己的一个形象。有点想哭。然后我们更加了解彼此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就是自己未来的一些畅想啊，包括过去经历的事情啊。对。我觉得池子那个这么长时间聊下来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然后懂得也很多，就是很神奇。我们俩经常聊天时，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的时候在个别时候可能会情绪比较低谷，就比较低落。但是我就说你其实我比你大了将近5岁，你还有5年的发展时间呢。就是你就往前看好美好的事物，你别看那种不美好的事物就好。我是这么觉得，真的。我觉得他良师益友吧，真的，他会经常问我收了吗？怎么样，在干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挺暖心的。没事儿，有的时候我是，整2瓶雪花，唠，就是这样。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早收工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也有一些低谷的时候，然后我就会找他唠一唠，一人整瓶雪花聊着呗。一块喝个酒吧，你看你喝多了。确实是没有好好的一次喝过酒。那个拍戏日程很紧，然后我们都没有说真正彻底的去放松，什么都不去想的，我们只是坐下来闲下来喝酒聊天，喝到多之后就倒头就睡那种，你睡沙发我睡床那种。现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想和田老师一块去做的。有。我其实就是真的一直都是没有变过。霸道总裁不是想要演那种其实就是反差非常大的那种。其实开始就是对你非常的那种爱啊，就是很爱你啊。其实后面因为一件事情把你就是属于病态变态的那一类。必交呗。对，其实就很像当时那个朱亚文老师演的那个。我没有太要想过要去尝试让自己反差很大的角色，因为我其实对于我目前这个阅历和那个就是段位来说，我没有办法驾驭，因为我曾经也尝试过，我驾驭过一个，但是真的说实话，我演完之后整个人很懵，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目前我想驾驭的更多就是属于我这个年龄段比较，有少年气一点的角色，开心快乐一点的角色，因为我觉得角色也能影响到我整个人的状态。你知道吗？我之前演过，就是那个魂穿。什么魂穿？我跟一个黑帮大佬就是互换了身体那种。但是我是那个啊。二搭的话，那必然是反派跟正派了。他演个反派病娇爱，我演个正派，我光明正大爱。逮捕我！第一个就是开心。不好意思。发射爱心，3、2、1。心动，3、2、1。比心，3、2、1。我。这个很有默契。我。我。可爱爆表，3、2、1。生气，3、2、1。自闭，3、2、1。打咩，3、2、1。No。5种不同的心。第一种，3、2、1。第二个。3、2、1。第三个，3、2、1。第四个，3、2、1。第五个，3、2、1。这首冰凉啊，老师。紧张。我不会笑呢。我微笑唇。你别笑，你现在就笑着呢。没有吧？要注意他的嘴角，一定要注意他的嘴角。3、2。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再给你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了。3、2、1。鼻毛呲出来了。你别管。没了。有。我没了。你最后3秒。你别管，卡了。你已经笑了。你没有。我没有，你笑了。你没笑。我没笑。放弃。挑战。小哥。哎。倒。你别这么 low。你这么 low 不行的。你这么 low 不行的。别管。你公主抱不会。会啊，但你太大只了，我手搂不到腿的另外一侧。我病去了。我还没起来呢。我要死了。黑了，辛苦了。周杰伦，3、2、1。情绪莫名的拉扯，你这个时刻。哒哒哒哒哒哒，白鸽眼里洒落了。林俊杰，3、2、1。请你不要到处抠抠，找路需要 QQ， 听过吗？听过。你的心有一道墙，我的爱有一扇窗。汪苏泷，3、2、1。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没听过？听过。但是我想唱的不是这个，我想唱的是那个，就是脚踏车背后，这安静的夜深。这个我没听过。张杰，3、2、1。我们一起看，再把路回头。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我们看月亮爬上来，看月亮爬上来。李荣浩，3、2、1。要是能重来，我也选李白。
冬天。长高还是变帅？变帅。美白还是美黑？美白。猫还是狗？狗。猫。萨摩耶还是金毛？金毛。萨摩耶。海岛还是草原？草原。草原。博物馆还是美术馆？博物馆。过山车还是摩天轮？过山车。过山车。老是慢半拍呢，你为什么？在家独处还是和朋友出去玩？独处。剧本杀还是密室逃脱？密室。密室。内卷还是躺平？内卷。他躺平。不好意思，说实话是吧，在这儿。熬夜还是早睡？熬夜。出门还是在家休息？宅家。宅家呀。随机播放还是循环播放？随机播放。我是循环。喜欢给别人发长语音还是表情包？表情包和长语音我觉得混合发吧，我不会单独只发一种。有趣的灵魂还是美丽的外表？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回到过去还是去未来？回到过去。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一见钟情。竹马还是天降？天降。提供情绪价值和提供物质价值。情绪价值。你们画完了吗？没呢。稍等，我会画的特别的厉害。3、2、1，分别阐述一下吧。培训老师，有请。你这个话有什么好说的内容吗？我请问了，我 excuse 你了我。就腿长腹肌手长，对吧？我这个他的发型不用多说了，永远不变的中分。但其实笔呢？你这儿，那个他这块其实还是要放下来一点的。对，这样就像了，厉害，对吧？然后中分完之后，浓密的眉毛，然后眉间的这块有个痣，对应是他这个。然后鼻子那个鼻梁这儿有一个痣，然后下嘴角有一个痣，然后这个是他西游记上戴的那个银白色那个项链，然后我这肩膀永远都是整个表情宽大西服，不说了啊。然后这块呢，这块就是他这个地方有块疤，每次挨块老师我吹下来，然后这是蛇小兔宝，然后今天掉了一眼，全系都掉了一眼，然后这个是那个就是我刚说的那个胸痛觉的就是那个钻石手链，然后手表，然后这个是翘二腿，厉害。如果不能一夜暴富，抱你一夜也可以。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展轩，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郭晨宇。Hello， 大家好，我叫刘轩成，在剧中饰演的江小帅，最帅的那个帅。我觉得江小帅在郭晨宇心中，他的第一性格是善良的，是美好的，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嘛，他其实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帮助病人。 就完成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且江小帅是一个受过伤害的人，他能在一个受过伤害的状态下还能保持那一份善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的爱好嘛，他的爱好就是不能说他的爱好，只能说他的。我怎么了？我知道你想的是啥，没事。好，他的爱好是郭晨宇，除了郭晨宇之外，就是救死扶伤。我眼中。 我会第一眼我就认为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嘛，第一印象呢，郭晨宇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你笑啥？我说的是郭晨宇，不是展轩。我对郭晨宇第一印象呢，就是觉得他很霸总，但是接触下来的话，他就换了另一种的风格和态度来对待江小帅。 所以我觉得郭晨宇对江小帅来说是一个人情和宠爱的，然后比较懂我，比较懂江小帅。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很细心的找我的兴趣爱好呀，和我的个人爱好和一些喜欢什么的，他都会在意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致入微的一个角色，而且很体贴，他的唯一爱好还有一个美食，然后郭晨宇还特别会做饭，所以对江小帅来说就是一个加分项。一起说吧。
我觉得现在校场最厉害的是采访。其实我们校场最大的一次其实是发生在我家，其实跟我们俩是没有关系的，跟吃神有关。主要他制造的那个笑点实在是，就是让人实在忍不住，他实在太刻意了。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关注一下我们的剧，期待一下发生在我家里，有池神在，有江小帅在，有我在的时候，两个颤抖的背影。最搞笑的，其实不是石城，是啥？是你，是我啊？我干嘛？滑倒的那一下。自己想吧。等会儿，我现在好奇了，你帮我回忆回忆，那啥时候？拍完你每次走的时候，踩上那个石头，滑了好多次。我失忆了，我印象里咋没这个事儿？因为你是霸总。在感情的发展和递进过程中，我很喜欢的一场戏，就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当江小帅一个人在家，郭晨宇突然出现的时候。因为我本人其实非常喜欢春节的氛围，所以那场戏其实我真的挺开心的。这场戏是最后我们所有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一场水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嘛，刚开始可能没那么熟，然后玩不起来。但是那一场是放在前面拍了，然后就因为这场戏，我跟大家就是变得慢慢熟络起来了，就特别开心，特别快乐。郭晨宇对江小帅有一场戏，就是我是一个内心被伤害过的人嘛，然后特别的脆弱敏感，但是他就是特别的保护我和守护这个江小帅。有一场就是孟涛再次来找张小帅求情，然后那一场就是江小帅其实心情和对孟涛那种厌恶已经到达了极致，但是他没想到的是，郭晨宇一直在背后默默守护他、保护他，还帮他教训了孟涛，然后孟涛再次找到江小帅的时候，郭晨宇依然在背后默默的守护他，那一瞬间，就是江小帅对郭晨宇那种男友力的感觉很。就是郭晨宇有一点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不把事情放在嘴上的人，他会背后默默的在背后去做一些事情，去完成一些事情，然后想等到完成的时候再给你一个惊喜，但他也知道那是你的梦想，或者说那是你想要的，虽然他每次都藏不好，每次都被发现了，但就是我挺喜欢的，追妻火葬场，我不笑，因为郭晨宇前期对于江小帅，其实在我的理解里，我希望他可能是一见钟情的，但是，因为一些事情，所以他让江小帅跟池神又扯上了关系，所以这个还是得大家自己去看。所以如果让我取名的话，就是一开始得到不好好珍惜，后来后悔莫及，然后慢慢去把它追回来，一直到最后幸福在一起的故事。我要想取个我们之间恋爱的，应该就是，化蛹成蝶吧。哎呦，就是他原来就是一个被禁锢的一个内心，最后被打开，获得新生，获得纯爱，真的很好。那我说说江小帅跟刘轩成吧。因为他们的一样的本质的第一性格还是很善良的一个人，很真诚、很真挚的一个人。他跟你聊天也好，对于生活中事情的处理也好，跟你探讨工作也好，包括未来的梦想也好，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好，诸如此类，他都会非常真诚的跟你交流。跟江小帅这一点是非常相像的。我觉得郭晨宇跟展轩相像的地方是，刚才我也说到了，就是他的细致入微，还有体贴和关怀吧。你上次说的是我腿长。哦，我给你加你。还有，他共同点还有一个就是，也挺霸总吧，就是，霸总体现的是在外在形象上面，他的共同点就是腿很长。
脖子上面都是腿。还有他的美食，就是挺家居的吧。然后我了解他的美食也是，和他加了好友之后，然后看到他的朋友圈啊，分享一些都是生活上的美食呀、风景呀，就和郭成宇挺像的。反正很大的一点就是刘轩成时常觉得自己很男人，巨 man， 超 man。我觉得郭成宇和展轩的反差点挺大的，有一点，就是他在剧里面也是很暴走，就是除了对江小帅特别温柔体贴，对其他人就特别的苛刻，就很霸气。但他在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然后他对待其他人也是比较关心和尊敬他人吧，很有礼貌，很有素质。谢谢哥，回头我把片酬给你结一下。第一次见面就是围读嘛，唯独对，围读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当时也是挺巧的，就他一个人没带就是工作用的那个笔，刚好我多带了一支，到现在都没还我。我给了他一支，结果发现他就是江小帅，而且当时坐的也很巧合，就坐在旁边，对吧？我记得是。第一印象就是帅，太帅了，怎么会有人这么帅啊？太帅了，真的，这，哎，太帅了！我要是有他1万帅，做梦都笑死，是吧？是，帅帅，要不然他演的叫江小帅了，我们剧里都叫他帅帅。不帅都演不了这角色。像一听帅这个字就困，尤其是你说困帅了，帅困了。我对展轩老师的第一印象也是在唯独，见到他以后，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很高大，就是腿很长。只有他发现了我没有带笔这个事情吧，所以他就会很乐意助人的给我，因为我是第一次拍戏，然后第一次进组，有好多不知道和不熟悉也不了解的地方，然后刚进组第一天就和展轩认识之后，我也问了他好多问题，他也会细心的给我解答之类的。然后我们出工前，在车上，然后在路上，或者没开拍之前，我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和台词上面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地方，我也都会问他，他也会就是很耐心的帮我讲解。感谢老师。谢谢老师。有，我加入了我本人的特点，搞笑。我竟然让他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跟别的角色区分开来，不会那么的一成不变，因为整个剧里面没有一个喜剧人，而我把郭成宇变成了喜剧人，甚至有时候太过了，导演让我收敛一点，因为这样大家可能看起来才会有趣，不会那么，可能会轻松一点吧。而且我觉得我想带，就是郭成宇想带给江小帅的也是快乐嘛，希望他开心，所以这加在里面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于我本人就是慢热，所以我把慢热这一点加在我和就是江小帅和郭成宇这对 CP 在感情之中的一点。我们都是当面搜索，当面审判，当面审刑，而且不是我们俩，是我们4个人，当面搜索，然后发现我跟池晨都是年更博主，对不起啊，真的，我真的会努力学习一下他跟无所谓，对，因为他们抖音包括一些社交媒体运营的都挺好的，特别是抖音。他的每一条视频基本都大线注销了，别注销，别注销，对不起，好像就是优势嘛，优势就得发展出来，而且这个只是我们就是小帅老师众多优势当中的一项微不足道的优势而已，
他的每一点我都羡慕。其实呢，展轩老师是一个挺有经验和阅历的，一个老师，但是呢，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很多帅的视频啊、照片啊，他只是私下来给我们看，就比较低调。哥，这不能说啊！我说啥了？我私下哪有照片不肯发呀？我一张都没有，这别人以为我不愿意发呢。你回答我，意思是你还有很多帅的。我现在手机上唯一一张自拍照，还是半个月前我俩的合照，没了。哦，对吧？来呗，质疑我们的默契。来，来， 3、2、1，比心。3、2、1，心动。心动。 3、2、1，开心。好好好。 3、2、1，生气。不是，这样会不会显得我有点太郭晨宇了？不是，我现在其实很多都是带着郭晨宇的性格。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的生气只会默不作声。 3、2、1，自闭。3、2、1，托腮。3、2、1，可爱爆表。可爱爆表是啥？我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我不可爱。我觉得我是酷 boy， 做不到。酷 boy two。来，好了，来必须有。 3、2、1，长高或者变瘦。长高，美白或美黑。美白。猫还是狗？狗，萨摩耶还是金毛？金毛，海岛还是草原？海岛，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美术馆。过山车还是摩天轮？摩天轮，太有默契了！剧本杀还是密室逃脱？密室逃脱，熬夜还是早睡？熬夜，出门还是宅家休息？在家休息，随机播放还是循环播放？循环播放，长语音还是表情包？表情包，有趣的灵魂还是美丽的外表？有趣的灵魂，回到过去还是去未来？回到快走过去，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一见钟。情，提供情绪价值还是提供物质价值？提供情绪价值。安时河南嘞，河南洛阳嘞。不要说那个 T 恤了。一定会有人听懂的。加密通话，